淑妃和楚王对视一眼，太后这时不愿意入宫，不愿意参与，但是放她在这里怎么也没法放心，毕竟天齐还不是完全在他们的掌控之内。那儿臣让人守着母后，毕竟叛军还没有完全剿灭。也好，把长宁那孩子送来陪哀家吧。好。楚王和淑妃站起身，双双往外走。呵呵，母意，母意。楚王和淑妃出了院子，就看到一个人背对着他们。你来了。你不希望看到我吗？谁得罪孟兄了？说出来，本王替你出气。借一步说话。孟兄这时，王爷是希望穆北冥永远安稳地坐在那个位子上，还是希望他坐几天就被人轰下来？孟兄何意？若是你上位，兄弟我自然是没什么好说的，舍命相帮就是了。但是现在是穆北冥上位，这有什么区别？完全不一样。你上位你是夺权，穆北冥上位是名正言顺的继位。孟兄究竟想说什么？若是你上位，自然大杀四方，巩固政权。以天齐目前情形，若是你上位，南楚穆北庭，西越楚征，天竺和大越以及相安多年的鲜卑必反，天齐内部也怕是拥兵自起。你皇权不牢固，兵权不在手，坐不稳呀。所以明儿上位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有什么问题？自然可以没问题，前提是在任何人抓不到把柄的情况下。有何把柄？且不说你有没有看到盛长歌锦庭和穆北燕死去，穆北庭你怎么防着？裴家会臣服吗？北疆孟林渊归来了怎么办？明儿已经是皇帝，他们拥兵等同于谋反，圣旨出他们还敢不从？孟启盯着穆毅看了半晌，沉沉笑了，笑容里都是讽刺。孟启知道他跟错了人。若是没有你，穆北冥的圣旨还有几分震慑力？你什么意思？你就是穆北冥可以留给别人的最大把柄。你隐姓埋名也好，远走他乡也好，无人知穆北冥的真正身份。穆北冥就是正常的皇子继位，即便是手段可能不光彩，谁也不好直接谋反。若是人手充足，手段强硬，马上收拢兵权，京城重要部门都换上自己人，保住那个位子也不是难事。若是别人知道他是你儿子，还是和皇嫂私通生下的，还让你皇兄养了20余年，并且谋篡了皇位，那穆北冥就是私生子见不得光的那种，鸠占鹊巢，无人不恨其无耻。天下人都会不耻，人人可反，谁做皇帝他们可以不管，但是触碰了人的底线，那就会死无葬身之地。穆毅脸色黑沉，一句话不说。他们会认为穆北庭哪怕是穆北义都有那个资格坐在那个位子上，因为名正言顺。而你不仅不避嫌，还明目张胆地和淑妃进进出出，你怕天下人不知道吗？你放肆！不要忘了你和谁说话。当年若不是本王助你一臂之力，你不过是个庶子的儿子，父亲无官无职，和镇国公府也不对付，即便进入官场，9品小官顶天了。今时今日，你竟然敢教训本王！王爷说的是，孟启逾越了。知道就好。这天下已经入手，自然就是明儿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谁敢冒犯天颜，指点皇权？明白你的本分，干好你的事儿。转身进了院子，迎着他的是树荫下笑意盈盈，依旧如28少女的淑妃。咱们回宫。哼，一对蠢货，都没有去确定盛长歌有没有死，盛国公到底去了哪里？因为这对蠢货，他搭上了所有。统领，公子和小姐在景王府。怎么发现的？蛊虫牵引。另外，景王府人去楼空，一个人都没有。景王府的人呢？
听说锦婷被大长公主害死了，王府的人都卷着东西跑了，杀了那个老东西，准备进城。你们要做什么？这是天启皇家行宫，哀家是太后。切，皇帝都换了，你还太后？太后是淑妃，您老了呀，该让位喽。一道冷哼响起，紧接着屋里就是打斗声，什么翻倒的声音。终于再也没有什么声音，孟起站在院子里，所谓太后，所谓皇权，手里没有人就是待人宰割的猪羊。他慢慢地走进去，一身长服的太后就那么挂在大梁垂下来的白绫上。放火烧了这别院，事后这老太婆的人一个都别放过。穆毅和淑妃的马车晃晃悠悠地往前走。这么些年苦了你了。不苦，只要你的愿望实现，只要明儿安好，就都是值得的。我这一辈子活的就是你们两个。你不知道，以前每一日上朝我都想掐死他，他在你身边，我去见你一面都难。我在后宫也是煎熬，怕见到他，又怕不见到他被冷落，明儿受委屈。委屈你了。穆毅的眼眶红了，气息越发的急促起来。淑妃也是红了脸，隐隐感觉到哪里不对劲儿，但是浑身瘫软，根本就没有力气去挣扎。很快马车里就传来了让人脸红心跳的声音，马车的两边很快就聚集了一堆路人。这是谁家的？这么大胆呀！这光天化日之下就在大街上苟合，这世道还能要脸吗？道德败坏，道德败坏呀！哎呀，不知道是谁呢？这马车看着普通，也看不出来是谁。终于马车在宫门口停下了，儿子下了马车，溜溜达达的走了。那马车不知道是怎么了，哗啦一下就散开了。马车上两个人就这么纠缠着，似乎对于外界的所有声音，甚至对于外界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毫无所觉。柔儿，明儿是本王的孩子，如今本王是太上皇，我们可以在一起，你高兴不高兴？义哥哥，柔儿隐忍这么些年，就是为了你，为了咱们的孩子能够上位，如今得偿所愿了。一个围观的人悄悄上前，对着两人的脸左看右看。天哪，那是楚王和淑妃娘娘。人群哗然。楚王不是谋反被抓了吗？他不是和大长公主一伙的吗？啊，如今的皇上竟然是楚王和淑妃的儿子。那皇上知道吗？他怎么上位的？人群开始炸了。他们青梅竹马呀，老一辈人还有人知道的。听说皇上被淑妃和楚王联手给毒死了。大长公主也坏，但是咱们天齐英烈的死，他们也参与了。那些叛军就是他们的。这么说，盛世子和摄政王的事情也是他们做的？当初小将军死的时候，我还以为他是个好人，哭哭啼啼的。算了吧，谁不知道他是想要孟家军。我去，真的呀？那可是太阴毒了。可不嘛，盛世子在大长公主府差点中毒死了，也是他们的手笔啊！还有，人群议论的热烈，根本就没有发现淑妃已经缓缓清醒。她一睁开眼睛，就看到周围一圈人在围观，直接惊叫一声就晕了过去。穆毅也终于缓缓回神，急忙扯了衣服裹住自己和光溜溜的淑妃。滚开！王爷呀，据说皇上是您儿子。是又如何？你们这些贱民，滚开！宫门口的侍卫终于跑了过来，驱赶着人群。皇上，淑妃和楚王的事情万万不能让人知道呀。外祖父如何讲？你上位本来就不是过了明路的，这个时候不能留下把柄让人说话。任何把柄对于你来说都是致命的。这个道理他其实懂的，只是他需要一股力量推他一把。你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父亲是穆毅，更加不能把他放在众人视线之内。
你是名正言顺继位的皇子，这样谁也说不出什么。如果你的身份有问题，这个位子你坐不住呀。陛下，出事了！什么事？楚王和淑妃在马车里门口亲密，马车笑坏了，被京城百姓看到了，也听到了。听到了什么？完了！楚王和淑妃说您是他儿子，后来有百姓问楚王，楚王承认了。现在怎么了？现在京城百姓都围在宫门口。黑影，去，就说有人冒充楚王和淑妃，乱我天齐，直接斩杀。杨太傅张了张嘴，但是什么都没有说出来。陛下，楚王和淑妃是从北郊别院来的，别院起火，太后。穆北明挥了挥手，没有说话。陛下，群臣进宫护着楚王和淑妃不让杀，让您给一个交代。陛下，沈基九，你看这事情，陛下不能承认呐，死活都不承认，那是楚王和淑妃呀。杨太傅看看沈基九，现在是不承认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吗？穆北明不仅不承认，还准备弑杀父母，这样的人谁不唾弃？大臣们让随从抬着楚王和淑妃呼啦啦地进了大殿。陛下，我等要见见先皇。众位爱卿，这是何意？抬着两个陌生人闯入宫殿是什么意思？陛下，请先皇出来见面。陛下，请太后吧。你放肆！穆毅拢了拢身上的衣服，即便是如此，他都没有忘记把淑妃抱在怀里。你们是要谋反不成吗？敢问你是谁？敢说谋反的话？本王是谁？本王……黑影，拖下去杀了！什么人都可以冒充楚王了。楚王已经和大长公主一起死了，你冒充楚王这个女人，冒充朕的母妃，当真是胆大包天，当诛九族！外面的黑影一拥而进。明儿，你当真要弑父杀母？斩了！斩了！你试试，本王是不是楚王，一看便知。这人自然是淑妃。这是哪儿？本宫在哪里？你放过我！你放过我！你要把我劫持到哪里去？你杀了太后还不够吗？即便是当日与你青梅竹马，可是后来本宫已经嫁为人妇，你今日怎么可以如此羞辱我，让我有何颜面存于世间？明儿，本宫对不住你，也对不住你父皇，辱没了他的名声。你这个逆贼，你谋反，你杀人害命，你让本宫没脸见人！淑妃说着，径直撞在一边的柱子上。穆妃，穆妃，你怎么这么傻呀？御医呢？快过来呀！明儿，不要白费力气了，我知道自己不行了。穆妃，先走一步，你要管好你父皇给你的江山，对得起天下的百姓。不要听他胡说，他就是想要那把龙椅，想疯了。明儿，你是你父皇的孩子，是你父皇的儿子，保重。御医，陛下节哀呀！杀了他！穆毅始终是呆愣的状态，还没有从淑妃污蔑他的震惊中醒来，就发现淑妃触柱而亡。如此，你们满意了？如此就可以粉饰太平，说你不是本王的儿子。杀了他！穆北明，你忘了当年的宫女嬷嬷都还在，有的是人可以作证。突然就捂着胸口喷出一口黑血，他竟然中毒了。你竟然要杀我！你竟然要杀我！原来孟起的话，淑妃听到了。你竟然敢玷污我母妃，害死太后，朕要将你千刀万剐！小子，你这手段本王喜欢。他蓦然出手，掐住穆北明的脖子，拖着穆北明一步一步地往龙椅走去。本王注定是天齐的君主，
木刚不行，你不行，大长公主也不行。本王错了，本王错了，错在重感情，错在太心软，错在以为本王爱着的女人希望和本王白头偕老，错在以为本王的儿子子承父业，心里还有一点父子情深。皇权之下哪里来的夫妻情深？父子情浓都是个笑话，你说是不是？本王的好儿子，本王给你铺路，让你坐上这个位子，你们母子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杀了本王。你胡说！真不是你的儿子，不是你的儿子，真是天齐的二皇子，是天齐的庆王，是名正言顺的继位，是吗？你没死。只见锦衣卫的人就押着几个黑影进来了。这就是你派出去的杀手，身手有点弱，杀不死小爷。话说小爷没死，你很失望吗？穆北冥，你真的是个狠毒的蠢货。这个蠢货让他前功尽弃。穆北燕，这就是你见到朕该有的样子。黑营把大殿围起来。怎么，本王来看看自己的父皇不成吗？哼，行啊，怎么不行？这个位子就这么好吗？真是名正言顺的继位，有父皇的传位诏书，你有异议吗？你看，这么激动做什么？小爷没有异议，就是好奇，为了这个位子，死了那么多人，死了爹死了娘，孤家寡人的，做着有意思吗？穆北冥不说话。眼看万里山河，千挑百万黎民，这个位子是责任，不是权势，不是荣华富贵。反正也出不去了，陆院使，随小爷去看看父皇，不耽误你上朝了。哼，来了好，来了就一起下地狱。谁对朕还有异议？有不服的，来和朕说说。陛下，北郊打起来了。那是盛世子吗？可不是，京城谁能把红衣穿得这么有味道？谁能这样风华万千？谁的身后站着黑甲军？哎呦，我这心呀可算是活过来了。回去给盛世子绣衣服去，不上香了。整个京城突然之间就活泛了起来，大街小巷都是奔走相告的声音。盛世子在北城门要打叛军，都回家，都回家，安稳待着，不要捣乱。盛世子打仗啊！哎，好，不添乱，收摊回家。警亭马车过处畅通无阻。王爷，这世子爷真的不是一般的受欢迎呀，连楚王和淑妃的八卦都压下去了。景亭的脸是黑的，盛长哥这么受欢迎，可怎么是好？他难道要和一个京城的人争宠？争宠是一项技术活，真的不行啊。其实上洛说过，这男人追女人呀，只要不要脸就行了。烈女怕缠郎，就不知道世子爷是不是怕缠郎呀？速度快一点，他得快一点，省得穆北燕被灭了。北城门口，盛长哥，你什么意思？你猜今日你将看到什么绝世盛景？你放了我！你不怕你身体里的蛊虫了？我和你同苦连心，我死了你也活不了。你丫的喜欢自欺欺人，小爷可不奉陪。盛长哥，你这么做，你不要后悔，你不要后悔。盛长哥，咱们是夫妻啊，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怎么可以？星儿，你来。孟云心抬头，在盛长哥的身上，他看到了孟长云的影子。那时孟长云身上插满刀剑，蠢货，舍我一身给天齐换天，也算是给天齐忠魂报仇了。我只是个引爆天齐的开始而已。若不是凤仪深入骨髓，无药可解，本将军舍不得自己毫无用处的死去。你们杀得了本将军？想什么呢？你最近学成的秘术呢？哥哥，你说是我们算计了别人呢，还是一开始就被别人算计了？哥，其实母亲的死是你找人做的吧？哼，她或许不够厉害，或许对别人不好，但是她是最好的母亲。你胡说什么？你胡说什么？你又找了纪云鹤，纪云鹤怎么没有来救你？穆北冥怎么没有来救你？也罢，用尽我毕生心血送你一程。
虽然妹妹学艺不精，也可尽力。毕竟我们母女就是要为你们父子铺路的。孟云星的嘴里发出诡异的曲调，听起来让人头皮发麻。统领，不必，挺好听的，配着漫天云霞，配着他们的没落归途，挺好。远处似乎有马儿在嘶鸣。来了，孟云星依旧在吹着，就连他的嘴角、鼻孔和眼角留下了血迹，他都没有感觉到。只见城外的地面上开始慢慢的聚拢来无数的虫类。原来孟云星在召唤虫子，这一把火的事情真的知道吗？孟云星停下！然而孟云星并没有停下，因为学艺不精，他唯有彻底的沉浸其中，用心血滋养，才能唤醒那些虫类。逼近的马儿突然就嘶鸣起来，整齐的队伍突然就乱了。蛇，好多蛇！我去，哪来的蜘蛛和蜈蚣？这蟾蜍怎么回事？哼，竟然自毁长城！孟云星住嘴！而孟云星嘴里的曲子依旧断断续续的，似乎对外界的所有他看不到也听不到。孟启终于立马站立，抓过弓箭，径直奔着孟云星射了过来。父亲，不要！父亲，哥哥，我终于帮不到你们了，我去找母亲了。若是什么？若是什么？若是来世，就平凡人家，安乐一生。孟云清傻了，呆了。那些虫类很快散去，孟启终于重整兵马，在城外列队。你果然没有死。你都没死，小爷哪里舍得死？孟大人这是准备攻城擒王，还是准备自己占山为王呢？你若下来，我就告诉你。盛长歌呵呵一笑，溜溜达达的下楼。不要说本统领不给机会，降或者死。黄口小儿，也就是声势下人，今日本将就与你一战，不死不休。他一夹马肚子，直接飞驰出去。走吧，小可爱。时间并没有很久，几千人马只剩下了马。不一会儿，就看到一名红衣金甲的小将带着骑兵绝尘而来。盛世子，孟世子，好久不见，送你的见面礼。路上猎了一些野物之皮，留着玩，帅不帅？就问你们帅不帅？商洛带着百姓上城墙，刀剑无眼，多么危险！叶纂几个起落，拎着商洛就下来了。我的天，你悠着点儿，小爷怕摔死了。好怕，掉下去会摔死的，小爷怕疼。你丫的给小爷下来，占谁便宜呢？那个孟云清说你们是夫妻是什么意思呀？然后疾驰而去。商洛在马上左右摇晃，惊叫连连的从城门口的景亭身边跑过去。都解决了？沈祭酒的私宅，富可敌国。商洛骑在马上，溜溜达达的回来，没敢走在盛长歌的旁边，而是走在景亭的旁边。你是不是喜欢他？你丫的多管闲事儿是会挨揍的，有多远滚多远。这新月一个人呢，就是要没皮没脸的。景亭转头看了他一眼，打听他的喜好，送他喜欢的东西，没有事情天天在他眼前晃悠，让他习惯你的存在。他要是喜欢你的脸，你就天天美美的给他看；他要是喜欢你的身体，就找机会亮亮你结实俊美的身体；他喜欢美人，你就把自己弄美一点，投其所好，懂不？还有要说懂不懂？你啥都闷在心里，谁知道你想的是啥？说不定想着你要揍人呢。景亭心里一动，是不是因为盛长歌不知道他心意，所以一直以为他要用小条子揍他？商洛悄咪咪的嘿嘿笑了。培养景亭和穆北燕对上，他是不是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了？盛长歌终于有时间看看他们两个。景亭是一脸沉思，商洛是一脸嘚瑟。你丫做的？话说他总是感觉盛长歌是女子，总是感觉景亭不想让别人知道，在护着。皇宫里，穆北明脸色沉沉的在龙椅上不起来，黑影围着的大臣也没有办法，站得浑身颤抖，累得要死。已经有2个老臣已经晕倒在地上了。陛下，北城门口盛长歌打败了孟启带领的锦衣卫，
京城里摄政王掀了西城的破庙和废弃的宅子，另外沈继久的私宅也被抄了。沈继久脸色惨白，摇摇欲坠。你急急忙忙的上什么位啊？把所有人都坑死了。哎呦，老兄，这咋少得了我呀？皇祖母，你这是要作何？折腾了这么久，你可满意了？太后这是什么意思？朕可是正儿八经继位的，有传位诏书的。你不如听听这些人怎么说。说着，从外面走进来2个年纪很大的嬷嬷。说吧，否则就不要怪哀家了。奴婢说，奴婢实话实说，求太后饶命。你且听听吧。奴婢是淑妃娘娘的奶娘，跟着淑妃进宫了。当年淑妃和楚王青梅竹马，很是要好。你胡说什么？再胡说，朕诛了你9族！后来楚王去了封地，淑妃进了宫，后来楚王就偷偷回来了，扮作宫中内侍进来和淑妃私会。当时天气还有战争，陛下很少去后宫，淑妃就怀孕了。为了不让人生疑，就天天给陛下送吃的。终于一日和陛下在一起，后来生下的就是2皇子穆北冥。生孩子的时候，奴婢在那孩子后肩胛骨的位置有一块红色的胎记。你们该死，该死！因为如此，楚王送来了一块血玉，淑妃对外说是让人去找高僧求的，可保孩子一生平安。他们来往都是奴婢传话，南边花园边的宫墙有一个缺口，都是在那里见面。墙头的瓦下有一块红色的石头，若是有需要联系，石头就会放在瓦上，如今还在。楚王后来圣战就从那里进出的，立刻有人去看看那一处宫墙。所以胎记和血玉你有吗？太后，这是不信朕，一定要置朕于死地吗？为了污蔑朕，当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当初四方战事未平，先皇对儿女情事兴趣也不大，所以子嗣单薄，很多都没有活到成年。穆毅是先皇抱来的，说是外面的女子生的，那女子难产死了，哀家就当做自己的儿子养了，原来竟养了一条狼。你胡说，胡说！盛国公、裴国公和老太君都知道此事，立嫡立长，这个位子注定不是穆毅的，自然也不会是你的。压下去，等圣上发落。太后转身进入了内殿，穆刚躺在床上，已经奄奄一息。王德前殿宣旨。刚儿，先歇着，不急。母后，我不行了，淑妃那个贱人给我下了蛊，没用了，没用了。有景亭和盛长阁支持，嫣儿会坐稳的。朕必须为她筹谋，必须让她更好。愣神间，就听到前殿传来王德的声音：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继位20有6年矣，海内和清，天下太平，民有所安，万邦咸福，吏治清明，君臣善牧。为楚王及大长公主一事，朕愧对天下百姓。皇子穆北彦人品贵重，甚效朕功，坚刚不可夺其志，惧祸不能动其心。朕欲传大位于皇四子穆北彦，
诸皇子当竭力同心，共戴新君。众臣公当悉心抚温，同服社稷，钦此。儿臣接旨。他从此就被绑上了，拼死拼活的批奏折，美人无缘，美酒无缘，自由无缘，人生无趣呀。圣国公府盛世子接旨。那个木刚不会出什么幺蛾子吧？圣国公府盛世子本是女儿身，当年朕为留住盛家血脉，命其女扮男装，承袭世子之位。今盛世长歌为天齐肱骨之臣，顶天之柱，特封为长歌郡主。朝堂哗然，京城第一纨绔是女儿神，她是女娃，天天揍得她哭爹喊娘的凶悍少年是个女娃，她的夫君以后怕不是会被打死。看到王德伸手拿最后的圣旨，王公公，这个本王来读，本王来读。你带陆院士看看父皇，本王找到一味药，说是对蛊虫有效果，赶紧去看看。于是拿了穆北燕给的瓶子，转身进去了。穆北燕顶着大家的目光打开圣旨，一眼看到上面的内容，脸色已经变了。那个摄政王，你来，本王去看看父皇。话音落，撒腿就跑，大臣们面面相觑。那圣旨那么吓人吗？景廷缓缓走上前，拿过圣旨扫了一眼，脸色就黑了，目光就冷了，杀气就出来了。这是赐婚的圣旨，赐婚的对象是盛长歌和穆北燕。这个圣旨不适合大庭广众之下宣读，需要等新皇登基之后。大家都知道，选妃的、家有女儿的就准备着吧。众人松了口气，还以为公布了盛长歌的身份就要赐婚呢。毕竟没有谁比盛长歌更加的合适。盛长歌挑了挑眉，他就感觉那一道圣旨和他有关系。老头，怎么办？我还是喜欢做盛世子。老子管你喜欢做什么，反正不准嫁出去，找准一个。算了，他还是安稳做个世子吧。话说，老头，你什么时候准备告老还乡啊？你想干嘛？也没有想什么，就是想要个国公做做，多威风是不是？你丫的滚远点儿！老头子我还生龙活虎呢。年纪大了，气大伤身，悠着点儿。盛爷爷，听风准备了好东西送去府上了，您确定不回去喝2杯吗？这些糟心事情有我们就好了。走走走，本国公请客，去我府上吃饭，好酒管够，要喝梅花酿。有，不醉不归。审计酒那里留了一些东西，庆安带着人去了。哎呦，摄政王，那感情好啊！您老真的是体恤平民百姓。您老？他有那么老吗？以前不是叫景哥哥的吗？后殿里，看到那道圣旨了。看到了。为何不宣读？父皇，若是盛长歌不愿意，反了，儿臣当如何？但是父皇是为你着想，他的黑甲军不在你手里，以后不知道会有什么变故。卧榻之侧有猛虎，你睡得着？父皇，既然你传位给儿臣，就要相信儿臣。盛长歌、景廷和孟林渊以及裴宣是站在儿臣这边的。这位子儿臣不想要，担子太重，是盛长歌和景廷一天一顿揍来的。他们说他们没有兴趣，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情，儿臣一个好手好脚享受荣华的人不去做，谁做呀？大概他们选中儿臣也是因为儿臣好相处。儿臣虽阔绰，但是心里有百姓，不会做坏事。父皇，天齐4大家从来不是皇位的威胁，试问他们想要这个位子，我们谁是对手？他们不过是想要保护父辈守护的江山，江山有他们守护，我们只需要做好分内的事情就可以了。所以儿臣知道，无论是黑甲军还是孟家军，从来不是皇位的威胁。所以儿臣选后也要一个心甘情愿。若不是心甘情愿，维持现在的关系一辈子，不好过反目成仇吗？也罢，一切随你，天齐交给你，朕也放心了。朕累了，让你母妃来陪陪朕吧。她好久不见朕了，
告诉他，朕要死了。明月楼的房间里，盛长歌、景庭、孟林渊、裴宣和裴森都在里面坐着。你丫的，盛长歌，你真的是个姑娘。小爷是个姑娘，你有意见？盛长歌，你看咱们都这么熟了，你要不嫁给我？你丫的跟谁表白呢？他都还没有开始呢，你竟然捷足先登。裴宣看看景庭，伸手扯了扯裴森，偏偏裴森说的兴起。真的，我以后会待你好的，你想要做什么都行，咱们还可以一起喝花酒，一起去打架。裴宣，你的弟弟需要到军营里历练一番，那个棍法有点差强人意，我也这么认为，他是该多练练。那个盛长歌，最近他没空陪你喝花酒了。小爷当你是兄弟，你竟然要娶我，赶紧滚！还能不能做兄弟了？行，做兄弟也行。若是有一天想要嫁了，也不妨考虑一下林渊。林渊虽不才，一生一世一双人，还是能够做到的。王爷小心一点，容易受伤。你和杯子有仇？送你10套。好嘞，您老尽情捏。本王有那么老？那景哥哥。穆北燕一进来就感觉到屋子里诡异的气氛。得了，来吧，咱们讨论一下天齐的未来。拿个小本本，小爷说你记。你可以自称姑奶奶，小爷有点不合适呀。废话这么多，穆北燕不敢说话了。这个姑娘太彪悍，谁娶了才是倒霉了。夜色阑珊，把盛长歌送回家。穆北燕和景庭骑在马上往回走。你也要娶盛长歌？我不敢。你敢想？我不敢想。不敢想，以后每个月就让你出宫玩2天。可以逛花楼吗？暴露身份，御史弹劾，你就要挨揍。宁天阁的事情你就不要管了。有你在，何须我管？哎，话说景庭，盛长歌你搞得定吗？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他的？他还是男子的时候，你有意见？男的和男的，男的和女的，你竟然能够变换自如，不别扭吗？只要是他，男女有什么关系？可是我看着他对你没有感觉呀。听风，揍一顿。京城炸了锅了，他们的小可爱竟然是个女子，盛世子变成了盛郡主。京城大街小巷，姑娘、大娘、小娘子都是哭丧着一张脸，唉声叹气。盛长歌上街上来！然而无人回应。哎呦，大娘，你的卤蛋一如既往的正宗啊，好吃，来抱抱。哎，熟悉的味道。哎呦，星儿啊，干嘛哭丧着一张脸？这样就不美了呀。来，小爷给你擦擦脸。哎呦，小娘子，你这身段真是勾魂啊！众人的眼睛慢慢的亮了起来。熟悉的颜色，盛世子还是盛世子。盛长歌也夸夸我们男人呗。那不行，小爷的嘴只夸美人。我家娘子一日不听你说2句话呀，就没有精神。哎呀，我家老娘总说看到你红衣笑颜，就又多了些盼头。盛长歌溜溜达达的上了明月楼，看着下面熙熙攘攘的街道，这样挺好，山河无恙，人间皆安。统领，你的信燕已检查过了，无毒。给我的？统领，这是表达爱慕之情的吧？夜莺，感觉浑身发麻，起疙瘩怎么办？他也没有收到过，这怎么处理啊？盛长歌趴在窗口，情书里的感情太浓烈，他有点扛不住。夜莺，统领，怎么了？跟上前面那辆马车，帷幕是蓝色的那个，速度。哎，这是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谁给你写的情书？你这么快就有爱慕者了？得了，小爷我怎么知道哪个家伙写的？文绉绉的，看着就感觉浑身不对劲。情书这个东西，小爷受不住。也是哈，这情书纯粹是抄了一首古人的诗，半点新意都没有，实在是太没意思了。哎，你说是不是？景庭，你看看这个字也不好，署名也没有，谁知道是谁啊？要是能追上咱们盛世子，估计要猴年马月了。吵！你不喜欢？喜欢不了。你说这写信的人是不是有病？景庭不语，凉飕飕的看了听风一眼。你丫的说的鸿雁传书，他特意换了一种字体，用了最好的纸，心里暗自庆幸，幸好无人知是王爷写的。
霆锋立刻上前收拾起信件，这个证据可是不能留下来。盛长哥，没完没了了是吗？难道7年才俊的画像没有送到云华祖母的手上？哎呦，姑娘，来，小爷抱抱。我虽不愿你变成女子，但是想想你是女子，云华依旧感觉到与有荣焉。可惜我不是男儿，不然定然娶了云华姑娘。如此大气爽朗的姑娘，值得敬爱。有你这句话，云华心中甚是慰藉。这么些年你也不容易，以后咱们就是最好的姐妹了。好姐妹。云华，你喜欢什么样子的男子？小爷给你绑来。你要抢吗？有何不可？只要姐姐你喜欢。景婷欣慰你吧？那怎么可能？人家娃都有了，而且明确的说过不会喜欢我。景婷脸色黑了，站起身出去了。小爷我啊，没有打算出嫁，以后安安稳稳的待在国公府，不好吗？实在不行，娶一个男人。果然是盛长哥，想法都惊世骇俗。不过，小爷带你去看看小爷养的美人，你去不去？去，喝花酒都去，这都是你养着的。他们有的走投无路了，我不过提供一个住所，提供一份养活自己的活计。可是在你看来的微不足道，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救命之恩啊！盛长哥，怎么办呀？我更加喜欢你了。小爷允许你喜欢我。哥哥，一会儿检查我们的功课。小爷不喜欢看书识字。我来，以后都我来。小家伙们，可不可以啊？可以。摄政王都救回来了，没有伤亡。思琴，让思墨帮你。这样。世子爷，皇上驾崩了。京城内外的寺庙道观已经开始鸣钟了，厚重的钟声在整个京城的上空飘荡。少世子，王爷节哀。2日前四弟给我去信让我回来，还是迟了一步。那王爷先行一步。穆北庭点点头，一边对着后面打了一个手势。少世子，晋云鹤带来了，在后面。京中此时动乱，怕有闪失，您看。本世子知道了。思琪，去带人。宫中已经是哭声一片，整个京城都在浩荡的钟声里静默下来。百官散去之后，几个人聚在御书房。金婷，这2日会有不少人来吊念，京城的安危就托付给你了。三哥，宫中诸事就交给你了，我母妃多有不懂，请你母妃主事可好？穆北庭点头。三哥，大哥就放出来吧，让他也见见父皇一面。至于皇后，父皇没有废后，就让他送父皇一程。哥儿，你比较敏锐一点，京城内外你多费点心，现在是京城最乱的时候。已经布置人手了。孟林渊，给你个活。哥儿你说。夜已经深了，几个人都回去了。三哥，这些东西如何？穆北庭翻了翻，这是哪来的？若是有这个，天齐成为第1强国也不在话下。盛长哥说的，我记下来的。四弟，这个事情完全可以在国丧期间布置，等到你登基大典的时候一并实施。南楚那边目前都是天齐的人，也一并了。穆北燕点头。四弟，我总是感觉咱们父皇错了，若是他能够接受他们，只怕天齐不是今日的局面。是呀，三哥，这个位子你能不能来做？穆北庭扫了他一眼，冷哼一声。也就从第2日开始，大殿上群臣并没有因为国丧闲着，而御书房的灯火更是一夜一夜的亮着，一道一道的政令从这里出发，散向天齐各地。举高悲痛的同时，人们已经能够预见，天齐必然会爬上列国只能仰望的高度。盛长哥溜溜达达地出了皇宫，似乎这个时候才真正的意识到穆刚死了。不管如何，这么些年他是和盛长哥相处的比较多的人，所以盛长哥的心里还是有那么一些伤感的。怎么了？没啥，争争抢抢一辈子，防备来防备去，结果作死了自己。回去吧。景婷，你实在没有必要给我端茶倒水，那不应该是你做的事情。那什么是我该做的事情？以前什么样你还什么样就好了。当初是我不懂事，以男儿身骚扰你，后来你拒绝了，我也放下了。放下了。景婷的声音不自觉地发紧。当年大概就是好玩，毕竟你是京城第1公子，那皮囊也真的是迷人。而且每次聊
你都沉着脸无动于衷，很有挑战性。盛长歌想着以前没有心动过吗？大概有过吧，那也是以前了。若不是玩得当真了，也不会有曾经的伤痛。他的秘密无法和任何人说，只能独自消化。谁让他当时是个男人呢？后来消化完了，生死线上打了几个滚儿，突然感觉当初自己矫情的那些没有什么意思了。景婷他真的喜欢过，在他女扮男装的时候，在景婷不能接受的时候，只能说他们遇到的时机不对了。不是所有的路都可以回头，我盛长歌可以敬你如兄弟，但是那日公道上说的话依旧算数。先走一步。说实话，景婷在他身边的时候，他的呼吸还是会轻微的紊乱，他的手还是会蠢蠢欲动，但是他怕了。从景王府出来，他考科举，请求上战场，热热闹闹的，根本不给自己思考的时间。但是他竟然忘不了景婷冷言冷语带来的疼痛感，疼得都要窒息了。公道上他是断尾求生，他说不喜欢他就不回头，如此而已。若说我景婷心悦你呢，从你是男儿身的时候，从你离开京城的时候，我才知道是我放不下你。只要你是盛长歌，男儿身或者是女儿身，我景婷都接受。多谢你的喜欢。景婷突然感觉自己抓不住，一种无以言喻的恐慌在心头蔓延开来。若是他抓不住，若是盛长歌知道了那道赐婚的圣旨，会怎么选？三哥皇兄，你来救救我！三哥哥，不如这天齐皇帝你做啊，我去当个闲散王爷，不拘是哪儿，把我扔出去就行。别坑我啊，那俩货我扛不住。二哥，你见死不救！就你我就死了，我惜命，我自请去南楚做藩王，你自求多福吧。三哥，要不你谋反吧，带着你的封地民众，南楚那个地方又富庶，我不战而降。不敢，我会做好你的粮仓的。皇上，咱们回去吧，还要批奏折呢。啊哈哈哈哈！三哥，你知道我有多悲惨吗？你一点都不疼弟弟。穆北庭一句话不说，撒腿就跑。皇上，走吧。御书房里，一道蓝衣身影静默地站在那里。我到底怎么得罪你了？一天来拍我一下疼，你知道吗？背都拍驼了。阁主说你曾经拍了盛世子，啪的一下，穆北燕差点逼过气去啊！不能轻一点吗？我还是个皇上呢。凌晨有人陪你屋顶看日出，我不要看日出。不就是因为他在成安和盛长歌在山顶看日出了吗？天天逼着他和不同的糙汉子看日出，他都要吐了好吗？听说盛世子还在羌胡的时候，你去信说以后未待之。穆北燕一惊，皇上，天竺的新王，西岳的主君，大越的太子求见，知道什么事情不？最近他们一直在采买，也从他们国家送了不少东西过来，听说要去盛国公府提亲。宣，快宣！三个准备求亲的还没有走，穆念琴就来了。四哥，我就要嫁给景婷，你不赐婚我就去死。哎呀，我说了不算，人家摄政王婚事自主，是父皇都答应过的。你是新皇，你可以做主，这天下你最大。这可咋整啊？后宫就剩下这么一个公主了，她咋整？揍一顿？以后和你相处是不是要小心一点？你放心，我的事你都会知道，不会瞒着你，也不会算计你。你真的不用对我这么好。这样的景婷太诡异了，实在让他心里慌慌的。咱们是好朋友吗？是啊。朋友是不是应该坦诚？盛长歌接着点头。所以以后你有事情可以和我说，我可以倾听，也可以帮忙。知道。我也和商洛、穆北燕、裴森他们经常聊天，逛花楼也可以吗？你若是要带我去也是可以的，我没有去过。那感情好，小爷带着你浪遍京城，就凭借你这张脸，吃喝不愁。其实兄长大人，我一直想要摸摸你的脸，想要知道是什么感觉，可以摸摸吗？摸吧。盛长歌嘿嘿笑着，如愿以偿的摸了摸景婷的脸，微微的凉，光滑如玉，这感觉真的不错，以后都没有遗憾了。所以你这个哥哥以后我认了。你看我也没有个朋友，
景王府一直都是我自己，也没有什么亲人。以后我要是有事，可以和你说说吗？你知道，我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好的，欢迎随时找我聊天。一言为定。一言为定，景大哥。景大哥和景哥哥一字之差，这感觉可是差得多了。哥儿，今日逛逛京城，带些东西回去，我请客。太困了，我要睡觉。上来，我背着你。于是京城的人都亲眼目睹了俊美如天上神仙的男子背着呼呼大睡的红衣少年在京城漫步。要不爷，咱们去驿站睡？大街都溜达2圈了，难道他家王爷都不知道累？景亭冷冷扫了听风一眼，听风顿悟，不是不累，是乐此不疲，舍不得放下。唉，他家王爷混得好惨，以后定然是个妻管严。黑甲军众人，摄政王这是想要昭告天下，说自己家世子爷和他关系匪浅，那以后哪个男子还敢靠近他们家世子爷？你说咱们家世子爷是知道呢，还是知道呢？知不知道又如何？这女人就要男人死命追，男人才知道珍惜，付出的越多，越舍不得放手。国公爷好像叫咱们世子爷小狐狸。等到午时，盛长哥终于醒来，发现自己还在景亭的背上，不会是从早上一直背到现在吧？景大哥，那是啥？哥哥送的礼物，喜欢的自己留着，不喜欢的回去送人。站稳了，咱们去酒楼吃好吃的。景亭对于大哥这个角色似乎是格外的着迷，有沉醉其中的感觉。景大哥，这是不是？哥哥拉着妹妹的手，有什么问题吗？好吧，这手的触感也不错，不吃亏，不吃亏。沈祭酒被马蹄踏死了，穆飞烟今日被人发现一丝不挂的死在野外，让人埋了吧，入土为安。盛世子一直都这么受欢迎吗？以前都以为盛世子是男人，满京城的女子都迷恋他，如今知道他是女子了，京城的男子也都痴迷，他就是京城所有人的掌中宝。穆北燕侧头看了看3人的表情，心里冷哼，哼，盛长哥算是天齐的国宝，想要带走国宝，想都不要想。有盛长哥在，他可以高枕无忧，列国提心吊胆，不好吗？我说景亭啊，你到底追到手没有？情敌那么多，我甚是为你担忧呀。滚！追什么？他都混成哥哥了，就差拜把子了。需要我怎么帮忙啊？听说京城准备提亲的，从北城门口都排到南城门口了。景亭只是凉凉地看着他。啊，我说以后位待之，是为了让那些人知难而退嘛。毕竟他们也不敢和皇上争，不是吗？嘿嘿。你的意思是，他们敢和我争？穆北燕蒙圈了，难道景亭不应该感谢他吗？哼，怂包。王爷，摄政王送的那些青年才俊的画像甚好啊。云小姐喜欢就好。云华差点没有搂住爆粗口。怂包！云华怒瞪穆北燕。嘿嘿，怎么想要咬我？又不是我送的画像。云华怒极而笑，小哥儿，姐姐想死你了，快来抱抱。景亭的脸黑了，哼，谁不知道你丫的喜欢盛长哥？姑娘我敢抱，你敢吗？景亭寂寞良久，回头看看穆北燕，突然就意味深长的笑了。你不要这样看着我，你这样看着我感觉浑身都疼。你该立后了。难道景亭看好了什么人选？盛长哥，你等等小爷。你丫的敢抱小爷试试？嘿嘿，反应依旧那么快呀！以前咱们都可以勾肩搭背的喝花酒，如今怎么这么见外呢？以前是以前，以后不行。话说你到底考虑好了吗？要不要嫁给我呀？有多远给小爷滚多远。哥儿呀，欢迎回家。是啊，他回家了，这个感觉真不错。来来来，请哥哥抱抱。而他的身后，一位美丽的女子站在那里，擦擦擦擦，口水流出来了。姐姐，哥儿好想你啊！我去，见色忘友。那个王爷风尘仆仆的不回家吗？商少主这是反客为主，这阵仗奶奶的都是王，他一个都惹不起。于是眼睁睁地看着5个王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
你们说究竟会花落谁家呀？带出天齐是万万不可以的。那个商洛是不是有点骚？骚不行，将来给盛世子戴绿帽子可咋整？我们可看不得盛世子落泪。落泪？你们认为他敢乱来，盛世子揍不扁他？做什么揍扁他？他干了什么啦？所以呀，那3个外邦的不行。是啊，咱们京城的宝贝，干什么被关在别人国家的深宫里？3个外邦的，他们就这么淘汰了？不如嫁给咱们新皇？不行不行，新皇还去喝花酒，定然不是一个专一的。我怎么不专一了？喝酒怎么了？我什么也没干呀。或许摄政王不错。你们不感觉摄政王太冷了吗？你们愿意天天对着一张冷冰冰的脸啊？我只是不爱笑，怎么就冷冰冰了？听说呀，越是外表正经的人，其实都是骚气熏天，俗称闷骚。闷骚不会，挖眼会，你们需要吗？其实那个孟世子不错，是不是？那少年正直温和，人长得好，性子好，颇有孟家风骨，和盛世子挺般配的。孟世子真不错，就是年纪还小。你们在这里干什么？你难道不用批奏折，上赶着等小爷和你算账吗？看到你就行了，小爷回去批奏折了。你且歇着，明日参加登基大典，我先回府了。走好，大哥。大哥，各位好走不送。要不我送送各位？走，带我们逛逛京城。想留下没门儿。娘，歌儿，你能安然归来，母亲很是高兴。以后我们安安稳稳的过日子，歌儿带着你周游天下。歌儿，太皇太后邀约和他同住北郊行宫。太皇太后，娘，你安心住在这里，和莫姑姑相伴。不是认了商云姐姐当女儿了吗？安稳过日子，一切有我，你的女儿可以当撑起这片天的柱子，不用担心。可是，放心，没事儿。说了一会儿话，盛长歌从屋子里出来，翻身上马，直奔皇宫。穆北燕被看着，悲催的批奏折。盛长歌进来的时候，他都没有回过神来。你这一脸黑漆漆的，我可没有惹你哈。盛长歌拉了一把椅子，在他的旁边坐下，只是冷冷地看着穆北燕。别吓人，有事儿说事儿，实在不行你揍我一顿。穆北燕，若是我要翻了穆家的天下，你认为小爷有几成把握？若是你以你现在的实力，10成10，只要你想要，这天齐就是你囊中之物。可是小爷对这皇位没有兴趣，对战争也没有兴趣。小爷和你说过，只求当个闲散国公爷，喝酒养美人，是这么说的吧？是，圣旨都写好了，就等着明天登基后宣召。小爷这个人记仇，最讨厌有人对着小爷的亲人下手。这天下之大，小爷不是没有地方去，你天齐可以安稳，小爷也可以让他国崛起，称霸天下。谁动了你的家人？盛长歌目光扫向御书房的外面，只见一个宫女狂奔而去。皇上，太皇太后的宫女。所以她要做什么？也没啥，就是让小爷母亲和他去北郊行宫吃斋念佛。你安心，让伯母安心，无需在意。穆北燕，穆家若不是有你，你知道小爷会怎么做？穆北燕还没有来得及回答，盛长歌就转身往外走了。走，去慈安宫。盛长歌还没有出宫就被拦住了。世子爷，您可别忙着走，太后等着您呢。只是谁也没有告诉他会看到这样的画面呀。偏偏那人是看不到他的。景婷，本宫要嫁给你。抱歉，景婷对公主无意。早知道就在宫门口等盛长歌了，进来干什么呀？本宫哪里不好？本宫以后是长公主啊！公主哪里都好，只是景婷不愿意。你记挂那个长宁郡主，因为她怀了你的孩子，是不是？本宫不是不容人的，她可以做侧妃，本宫不介意。以后景婷的府上只会有一位王妃，不会有侧妃。那孩子，本宫也是愿意养着的，不会让她流落在外。你也好，长宁郡主也好，景婷都无意，借过。直接扬长而去。穆念晴蹲下哇哇大哭。景婷，你不娶本宫，本宫让你谁也娶不着。穆念晴站起身，狠狠地走了。唉，好奇穆念晴要做什么？戏好看吗？
嘿，还好，大哥桃花挺旺盛啊。烂桃花我会掐掉的。话说，你为何不和他说长宁郡主的孩子不是你的？盛长哥知道是沈之文的，裴国公会处理好的，总要给裴国公面子，也给裴轩的妹妹留一点脸。你不怕京城的人误会你吗？你会误会吗？不会啊，只怕未来嫂夫人会误会。那就好，你去，出来，带你去个地方。这么温和的景庭，他似乎也渐渐的习惯了。盛长哥一进慈宁宫，就被一群蹦跳的兔子吓了一跳。接着看着墙边圈起来的地方还喂着马牛羊，另外一边还种着菜，他就懵了。哥儿，哀家想要求你一件事儿。太后您说。我们想要住到你家去，上你家庄子待一段时间。当年和你母亲我们也都是不错的，去他家做什么？他家有香吗？这么吸引人，你不同意吗？他身后穆北庭的母亲也目光柔和地看着盛长哥。好，他要去揍穆北燕，这都是什么事儿啊？穆北燕，你娘跑了。他以为静默严谨的穆北庭的母亲可以看着自己早就想要离宫闯荡天下的母妃，如今被自己的母亲带跑了。你说是不是你让他们去我家的？安全谁负责？我才是被抛弃的那一个，你确定打我合适吗？哼，小爷不管，你自己负责安全。说完转身走了。这是去哪里？来，下盘棋。夜色深深，马车终于停下。上来我背你，路还长。这不好吧？你都叫我哥哥了，有何不好的？好吧，没有什么不好。他们两个就这么慢慢悠悠地逛荡着，等到进入一个山洞，看着两边站着的黑压压的人群，盛长哥这才反应过来，我去，他还在景庭的背上。他挣扎着下来。各位好。盛世子好，欢迎来到凌天阁。盛长哥不解，露家底儿给他看是什么意思啊？我既然是你的哥哥，自然不能瞒着你。盛长哥总是感觉哪里不对劲儿。带你逛逛。景庭拉着他的手往里面走。他是哥哥。我们知道。谁能想到这个小小的山峰里是凌天阁的总部，操纵天下一半的商家，一举一动可以动摇国本。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明云楼是我的？不知，这些事情我很少管，后来才知道。这将来得是什么样的女子才能做你的夫人？太有压力了。我的夫人不用感觉到压力，反正以后都是她的。听风说，男人身上不能留钱，不然容易被别的女人惦记，徒增许多烦恼。你就不怕你的夫人成为天下首富，权势在手，踹了你？还有男人长得比我俊吗？妹妹不相信哥哥的能力，不信妹妹摸摸，绝对没有男人比哥哥的皮肤好。盛长哥的手受不住诱惑，真的摸上去了。手感真好，沁凉如玉。穆北燕溜溜达达地往前走，感觉生活没有半点光亮。摄政王带着盛世子去凌天阁了。哼，见色忘友。今晚他就要喝花酒，一定要喝花酒，气死景庭。切，你不怕挨揍吗？兄台，你也去揽月楼啊？这声音怎么会有点熟悉呢？那个兄台，认错人了哈，认错人了。云华那个男人婆吗？松抱，松手。回家去。哼，你一个姑娘大晚上逛什么花楼？你管得真多，和你有关系吗？说着大摇大摆的就往揽月楼里走去。去镇西将军府通报一声，说他家姑娘在逛月楼。哼，怎么要做跟屁虫？切，你若是能喝过我就不跟着了，如何？也不告诉你祖母。说好了，我如果喝得过你，你就当没有见过我。成交。两个人一拍即合，要了一个雅间儿就开始了。划拳猜谜语，各种斗法，各种喝。哎呀，花楼里原来这么过瘾啊！穆北燕，哎呦，这姑娘这么猛啊！她从来没有喝得这么酣畅淋漓。两个人喝的那是一个热闹，把歌姬都晾在了一边。所以景庭和盛长哥回城的时候，就看到前面几乎无人的大街上，两个人勾肩搭背，一路唱唱笑笑的踉跄着往前走。大哥，咋整？咋整？既然喝得那么高兴，就凑到一起喝去。
哥儿，姐姐终于知道观花楼的好处了。你以后都只能和我喝，我陪你喝个过瘾。啊，幻觉，景婷才不会出现在这里啊！不巧，本王就在这里。穆北燕用力揉了揉眼睛，妈呀，真的是景婷啊！她踉跄着撒腿就跑。怂包，明天继续啊！不把你喝趴下，我就不是圆滑。摄政王，我抱着哥儿了，你看着，我亲哥儿啦。送他回去，告诉云将军，本王在景王府等他。天齐一夜飘红，只要是天齐的疆土，无论是城墙上，还是衙门里，或者是军营，包括官学，一夜之间都是偌大一面红旗飘飘。穆北燕在皇宫里被折腾了一番之后，仪仗队浩浩荡荡的出来，百官跟随去天坛祭天，盛长歌懒懒散散的和跟在后面。这繁琐的仪式简直要命了。朝堂的仪式结束，大臣们走了，景婷眸光冷冷的站在那里。那个师兄呀，难道你不去歇歇？不然让他们上个宾碗，凉快一下，吃点东西嘛。不知道皇上准备好怎么和云将军交代了吗？交代什么？容我提醒皇上一下，昨晚你带着人家未出阁的闺女去喝花酒，独处一室。不是我，他自己去的，我是无辜的。大街上你们勾肩搭背，相互捧着脸，深情对视，并且相约以后还喝。不可能，不止我一个人看到，你自己决定，早晚都是一样的，不怕被群臣狂轰乱炸，你就拖着吧。话说完，他怡然的转身走了。这咋整啊？他真的没有要娶媳妇儿的意思啊！皇上，那个云华郡主求见。去，请进来。他大步走进来，草草行了礼。皇上，臣女想要请旨，此生不嫁。你什么意思啊？臣女不愿意入宫，臣女有喜欢的人。啊，你喜欢的是谁啊？盛长歌。你可知道你在和谁叫嚣？知道，你是皇上，你把我赐死也行，反正不入宫。宫宴之后再说，到时候你能喝过我就同意写旨意。一言为定。话音落，转身就走。朕就那么差劲吗？奴婢不知。就这？你难道没有发现穆北燕并没有一口同意吗？难道他不是因为云华嫌弃他而生气吗？有时我真想撬开你的脑袋，看看里面究竟填的什么东西。下去了。正好出门的穆北燕一眼看见，你们还能不能有点品相？皇上。然后溜溜达达的走了，准备去参加宫宴。观万古，上下5000年，天地供养，唯炎黄，心坦荡，一身道四方，抚流光，一砖一瓦，岁月尽红墙，叹荣枯，一花一木，悲喜经沧桑，横八荒，九州一色，心中的故乡。为华夏展锋芒，道路在盛放。穆北燕感觉自己的心似乎被谁轻轻地挠了一下，然后微微乱了节奏。愿我天齐万里江山繁荣昌盛，愿我天齐山河无恙，人间皆安。恭迎天齐圣主，恭迎天齐圣主，愿我天齐繁荣昌盛。登基之后的第一次宫宴就在这样的激荡里展开。唉，天齐从此固若磐石，百年无恙呀。怎么就感觉景婷对盛长歌有点不同呢？估计盛长歌不会嫁出去了，不试试怎么知道呀？你们说是不是？宫宴上自然是推杯换盏，歌舞升平。大哥，长公主的眼睛似乎要吃了你。你看看那些官员家的公子，看着你如狼似虎的眼神，所以你大哥我不过是一个，你是一群，你更胜一筹。嘿嘿，大哥，你该高兴，至少本国公有人要，不愁嫁。皇上，西岳太子想要求娶天齐贵女，以示两国交好。天竺亲王求娶天齐贵女，亦是两国交好。大禹太子求娶天齐贵女为太子妃，
不知道诸位都喜欢上天齐的哪些贵女呀？圣国公，你们是不是欠揍？皇上，朕允了圣国公婚事自主，后位待之。后位待之。我天齐不和亲，不岁贡，不割地，不赔款。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明犯天齐者，虽远必诛。皇上以为如何？是呀，摄政王说得好，我天齐不和亲。当然，天齐的女儿若是喜欢上你们，自愿跟你们走，朕也是不反对的。他对着景亭嘿嘿一笑，加把劲儿啊，摄政王，不然会被人抢先的哦。皇兄，我心悦景亭，妹妹呀，睁大眼睛看看，摄政王有没有看你一眼？皇兄，求你赐婚，我想要嫁给景亭。大哥，穆念晴其实也不错，他人不坏。我也觉得你不错，你嫁给我。我们啊，不合适。所以啊，我成了你大哥，放心，大哥会一直陪着你的。这话有点诡异，但是他一时又想不通。长公主喝多了，送她回去。皇兄，为何不可以？摄政王的婚事自己做主，父皇在时就是如此，以后依旧是如此。景亭，景亭对婚嫁无意。景亭，你对我无意，是不是心里有他？自然。那个自然是什么意思啊？我就知道，他对外是男儿身的时候，你就看着他不对劲儿。那么高冷的一个人，对他管东管西的，那时候你就喜欢他吧？他哪里好？除了会打仗，会满京城撩女人，他哪里有一点女人的样子？他哪里都好，你安然站在这里，是因为有他攻城略地，守护家园。他是没有做什么，你做什么了？你保家卫国了，你开疆扩土了，你守护天齐了。你要嫁人自己去嫁，扯上我做什么？以前你还说会帮助我的，现在我也会帮着你。大哥，你要不要娶了长公主？不娶。兄妹呀，那是不是自己家的儿子闺女都还有希望啦？看，不是我不帮。母后呢？东西宫太后呢？什么时候走的？哎，她的娘呢？皇上，太后懿旨，镇西将军府云华郡主温柔恭顺，端庄大方，特赐婚。赐婚给谁呀？是皇上和云华郡主。穆北燕倒是没有什么反应，底下的云华一张小脸华丽丽的黑了。哼，你丫的等着本姑娘玩死你！那个嬷嬷，太后人呢？太后多年就想周游天下，如今列国太平，所以出游去了。你说啥？和谁？东西宫2位太后和国公爷的母亲，年轻的时候他们就要好，所以一起走的。瞅瞅，你娘把我娘拐跑了。穆北燕欲哭无泪，他娘也丢弃他了，好吧？京城一大早就热闹起来了。快点，已经排队排到晋阳大街了。小的们跑起来，你家爷能不能抱得美人归，就看你们的了。路上的女子们互相看着，这是要干啥？听说是去圣国公府求亲。就这些歪瓜裂枣，也想娶咱们的歌儿？我感觉咱们的世子爷还是不嫁的好，嫁给谁我们都感觉委屈了他。这相夫教子困于深宅大院，以后呀咱们都见不到一面。万一夫君不好再去纳妾，万一遇到一个恶婆婆，万一姑子是个奇葩，万一以后世子爷失去了现在的笑容和生气，哎呀，简直担忧到了极点。于是求亲的公子，担忧的女子，看热闹的百姓都围在圣国公府的门口。看看那求亲的队伍越来越远，一直在晋阳大街延伸开去。你说咱们爷要怎么处理啊？这一门口的狂风浪蝶。盛长哥，出来呀！满城的美男任你挑选，小爷这么玉树临风，你别害羞，一定要选小爷呀！玉树临风，铁树嘛，狂风嘛，吹成这煤炭模样。佩森愕然，他不就是在军营晒得黑了一点吗？盛长哥呀，小爷虽然黑了一点，可是身材好呀，结实抗打，脱了看看，还不一定谁好呢。对，脱了比较一下，我们的哥儿要个身体好的。这么凶猛吗？大庭广众之下就要看吗？哎呦，那一份聘礼还真的是摄政王啊！爷，状况不太妙。不成，我也是他哥。好热闹啊！哥儿呀，哥哥来下聘了。
圣国公，我也是来下聘的。我们也是，请圣国公定夺。都来求娶本国公？是。若是嫁入西岳，必是后位；若是嫁入天竺，定是后位；若是嫁入大岳，定是太子妃，而且一生一世只娶一人。后面的男人瞬间有退却的了，这一生一世一双人有点苛刻。我也可以，哥儿呀，小爷也可以只娶一人，还可以陪着你喝花酒。哥儿呀，除了一生一世一双人，我还可以陪你周游天下。怎么办？本国公请旨，为了做好国公，守好天齐，此生不嫁。盛长歌竟然决定不嫁，这咋办？奉旨不嫁呀！众人哗然，面面相觑。哇，国公爷这样太帅了！国公爷不愧是国公爷，永远都是我心头最爱。走了走了走了。排队求亲的人呼啦啦的就走了10至7、8。楚成等人虽然没走，但是并没有再说话。哎，哥儿呀，既然不嫁，那你娶不娶啊？哇，首富的儿子竟然要入赘！你知不知道，小爷不爽容易揍人？知道，我扛揍。拿纸笔来。硕大的书案被抬了出来，盛长歌笔走龙蛇，思琪已经大声地念了出来。小爷不温柔，不体贴，不讲理，说不得，打不得，骂不得，惹不得。众人哗然，盛国公这是要翻天呐！若是要嫁入盛国公府，就要有3从4德。3从，小爷出门要跟从，小爷命令要服从，小爷错误要盲从。4德，小爷撩美人儿得忍的，小爷的喜好要记得，小爷爱花钱要舍得，小爷若忙碌要等得。你可以做深宅怨夫，不可给小爷添堵，且此一生只可他一人。至于他有几个人，那是他说的算了，你丫的就不能给男人留一条活路啊？他感觉自己有点扛不住，万一哪天忍不住顶了嘴，是不是要挨揍？放心，你喝花酒不会多了你，顶多淹了你。哥儿呀，你这条件是找夫君还是找奴仆呀？难道夫君不就是小爷一个人的奴仆吗？盛国公，既然求亲不成，喝酒成为朋友总是可以的吧？自然，明月楼小爷请客。既然求亲不成，这些东西就当送给盛世子荣升盛国公的贺礼。楚征这话一出，不少人也不好意思都拿走，怎么也要意思意思啊。既然各位送了礼，本国公也不能不表示，明月楼一起，梅花酿管够。王爷，您不会不舍得送礼物吧？谁说这是礼物？聘礼也不行呀，咱们国公爷又不出嫁。谁说是聘礼？那是啥呀？难道不能是嫁妆？我的天哪，摄政王不会是想要入赘吧？大哥，这事情搞得有点大，人尽皆知了。景亭似乎毫无所觉，从里面拿出了一件玄色的衣袍，衣服的后面有一枚清晰的鞋底印子。当初你砸的鞋印子。大哥，住手吧，你究竟要搞什么呀？砸你一下你还留着？又拿出一个盒子，这里面都是你练字的草稿，用的东西都在，一个都没有丢。这一盒子都是你的消息，每一张都还在，按日期排列的。这是景王府地契，景王府的田庄商铺，景王府下人的卖身契，景亭所有身家都在这里。静默在烈阳下的盛国公府门口蔓延。我心悦盛国公久矣，不知道能不能嫁过来。这咋办？还真的有人愿意嫁进来？你说的要求我都可以，一生一世一双人，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如何？众人齐刷刷地盯着盛长歌，国公爷，你是娶呢还是娶呢？盛长歌实在想不出，转身进府。哎呀，摄政王表白盛国公，然后吃了闭门羹。还劳各位助力，今日在场的都去明月楼，本王请客。王爷真的要嫁吗？你有意见？没有，兄弟绝对没有，就是想着摄政王要嫁，兄弟们是不是要添妆呀？这大姑娘上轿头一回添妆，总要先去求教一下嘛。王爷，你不会真的要嫁吧？
本王从来不说假话。衣服和这2个小箱子，本王要收着，剩下的都给清安带进去。躲在一边的穆北燕意犹未尽。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除非一公一母，绝配。你们也认为是绝配是不是？皇上呀，卑职还是感觉您应该有点危机意识。不用，他们恩爱就想不起来我了。两虎若是好了很好，若是生气，可是会殃及池鱼的。您老认为谁会是那个池鱼呀？貌似他很有可能是那个池鱼。皇上，您或许该担心眼前。穆北燕一抬头，就对上景亭冷飕飕的目光。哎呀，不得了啊！他偷偷出宫又被抓了。穆北燕想也不想，转头就跑。爷，你再转来转去，我头都晕了。月英，你说景亭到底想什么呢？管他想什么，他是天齐第一美男，你愿意就娶了，不愿意就拒绝，多大的事情啊！也是啊，是景亭求嫁，他着急个什么劲儿啊？再说了，娶一个不满意就多娶几个呗，咱们又不是养不起，孩子也不是没人带，怕什么呀？英儿啊，叶隼知道你有这么惊世骇俗的想法吗？知道，他敢说什么？凭什么男人三妻四妾，女人就该受着？哈，女人自己有能力了，三妻四妾怎么了？又没有吃别人家大米呀？难道你不憧憬一生一世一双人？姚老说了，所有的一生一世一双人，最后还不都是相看两相厌？人呀，要做自己，要有离开任何人离开都能过好的能力。三妻四妾相看两相厌，离开吗？哼，他在给他们爷上课，这厮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不如你给我解释一下，你准备什么时候离开？我下面还有几个妹妹，我好适应一下怎么当老大。啊，我什么都没说啊。统领呀，属下去训妻，您自便。啊，统领，救命啊！这么凶猛的训妻，他救不了。不过他可以学学以后如何驯夫。统领啊，先别练了，您老看看摄政王的嫁妆咋整？我去，就连凌天阁都给了，这手笔大得有点吓人呀。送回去吧，等什么时候本国公决定娶了再说。盛长歌哈哈一笑，溜溜达达出门。哎呦，国公爷，要不娶摄政王吧？等小爷准备成亲了再说。小娘子越来越有味道了。国公爷啊，你不怕摄政王吃醋啊？喜欢吃多吃。明月楼里，大哥，要考虑多久？不急，我还小啊。不错，还小，那我慢慢等。兄弟们喝得如何？啊，不知盛国公将来准备后院进入几人呀？不知道，将来再说。王爷，咋办？你可不是唯一的盛夫人。不怕，本王美色惑人，或许国公爷无暇想其他。盛长歌看着面前的白玉雕刻般的脸，微愣。猪蹄似乎没有那么香啦，一只油乎乎的爪子直接摸上了景亭的脸。摸摸这边，手感是不是一样？手感一如既往的好。手感好，就多摸摸。景亭，你真的不要我们？王爷，这桃花开得挺灿烂。记得本王说过，这件事和本王没有关系。本王想国公爷也和你说明了。我不要听你说这些，你如果不要，我就从这里跳下去。这是要在明月楼搞事情啊！你丫的有事说事儿，不要脏了他的地方。你的孩子和本王没有任何关系。怎么和你没关系？那也是你，是你，其他人我也不会。姐姐，你都要干什么？你不要过来！你们都不相信我，非给我安排一个莫名其妙的废物。我的孩子的父亲是景亭，是景亭。你哥哥知道，那个时候本王不在京城。怎么可能？你不要骗我！那个时候你说闭门养病，明明在府里。是谁冒充本王，
是谁给你字条，让你在酒楼污蔑本王？长宁郡主，其实你比任何人都要清楚。你胡说，胡说！是你始乱终弃。你知道盛长歌是女人了，就不要我们了。那人后背有2颗黑色大痣，右胳膊有胎记，有腋臭，可对？长宁郡主脸色瞬间惨白，她恍恍惚惚之间，的的确确摸到那人后背的大痣，的的确确看到对方胳膊上的胎记，闻到熏人的味道。难道真的不是景婷？怎么可以不是景婷？若不是景婷，她还有什么脸面活着？你胡说，你胡说！那晚是你，孩子是你的，我是京城第一美人，第一才女，配你不行吗？不行吗？就是你是不是？长宁，你闹够了没有？祖父，我是你的耻辱，是裴家的耻辱，是不是？下来，和爷爷回家。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不是景婷，我不知道，我好脏啊，好脏啊！他骤然翻身，长宁郡主被裴娟抱着，目光死死地盯着景婷，良久，绝望地闭上眼睛。景婷，对不住呀。裴爷爷，没事，皱眉头不好看。要那么好看做什么？谁还敢嫌弃小爷不成？谁会嫌弃？你这样刚刚好，女装的时候就艳绝天下了，这样刚刚好。真的绝艳天下？还有，景婷，你还会害羞啊？你不会18了，还是童子身吧？下次不要靠得这么近，我的的确确还没有碰过女人，只拉过你的手。盛长歌一口口水，差点呛住自己。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也向往父王母亲的一生一世一双人，难道这最好的不应该留给自己的娘子吗？大哥，这有点愁人。你若是追你未来娘子，我未来嫂子，这情话不会说，调戏不会，自己比女子还羞涩，会不会被嫌弃呢？难道未来娘子不应该夸奖我守身如玉，专一吗？也是，的确比较干净，女子会喜欢干净的男人。为了防止被嫌弃，不如歌儿没事的时候调戏调戏我，让我习惯一下，也学学。盛长歌狐疑地看着景婷，这调戏还可以这样学？我可就你一个亲人，你不帮忙，难道让我找别的姑娘吗？那姑娘赖上我怎么整？好吧，我尽力而为，一定把你调教成高手。景婷唇角微微勾起，掏出一块暖玉给盛长歌。哥哥先给谢礼。外面赶车的听风强忍着笑意，这坑你就这么下去了？听风，不要忘了去明月楼打包酱肘子，小爷我饿了。难道景王府管不起你饭，还有自己的？大哥，你在和明月楼的酱肘子吃醋吗？这不是给你省钱吗？我的钱都是你的，省钱和我有什么关系？听风说男人身上不能有钱，容易变坏，我要洁身自好，自然不会带钱。你不会真的心悦我吧？难道我表现得不够明显？就是表现得太明显了，太盛大了，他才感觉不真实。若是为君故，虽死犹不悔。然后探头在盛长歌的额头上牵了一下。盛长歌，我景婷心悦你，愿意一生一世一双人，愿意一生为你侍从，夫唱妇随。额头的那一处温热，似乎是烙铁一样贴在他的额头上。唯我是从，夫唱夫随。你说啥就是啥。好，躺下。景婷真的听话的躺下了。怎么，想要我宽衣解带吗？盛长歌想跑，但是感觉说是跑了那么怂，分明不是他京城第一纨绔的作风。于是色心一起，捧着景婷的脸，吧唧就是一口，甚至流了一些口水在上面。调戏小爷，你不行。你说谁不行呢？你倒是给小爷看看。爷的腰很好，会让你明白爷到底行不行。哼，楚儿，不要说大话。国公大人，亲了摸了是要负责的吧？你何时给个名分？盛长歌的手瞬间僵住了，还真的要负责呀？爷到了。这他是不是又坏了谁的好事啊？王爷，要不大街上再绕2圈？回府。王爷，咱们就在府门口。王爷，小爷服侍你下车哈。歌儿，我疼。这语气妥妥的撒娇啊。景美人，
下车吧。景婷伸手握着盛长歌的手，半个身子几乎都靠在盛长歌的肩膀上。王爷，你的脸呢？小哥哥，你感觉他们能拐得了谁？我肯定赌我家王爷呀！欢迎你们嫁入景王府。自然，我定然赌我家统领赢，欢迎你们嫁入国公府。话说，国公府的日子一定不会像景王府那么无聊。听王大哥，咱们真的要准备嫁入国公府吗？滚！要嫁他就输定了。那封信是什么内容？不嫌吃饭？好吧，美食优先。景婷慢条斯理地净了手，拿过了一只虾子剥开。南方来的。景婷把蘸了酱汁的虾肉送到盛长歌嘴边，看着他吃下。不鲜美。鲜美。为了剥出好看的完整的虾肉，浪费了一盆虾，属下都吃的看见虾心都有阴影了。那个，我可以自己来。扎手，你只管吃，给你剥虾是我的荣幸。景婷，我家老头的小条子呢？书房放着呢，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你准备动家法？那个，我就问问。南楚东南方向海中有一无名岛，人迹罕至。最近几年来往船只反映，路过那岛屿附近经常会被劫掠，一般是杀人夺船夺财物。难道你不想知道这封信里究竟写了什么吗？有什么秘密吗？看看吧。不会是有什么我不能看的吧？你父亲和我父亲的信件，我看的，你自然也看的。他拿过信件，从头开始看，果然是闲话家常。我天哪，什么叫若是生了女儿，定然与景兄结为亲家？他还没有出生就被卖了。看到什么了？两个老头嘀嘀咕咕的，碎碎叨叨的，没有看出什么有趣的。鱼图呢？把鱼图给我看看。我找穆北燕要点东西，准备去南楚。去准备吧，我和你一起去。你去做什么？和你一起打倭寇。相信我，我知道的比你多。只要你带着我，你说怎么就怎么，我绝对不反驳。凌天阁的商船，南楚和天齐无人可比，商洛也不行。对于海上路线的熟悉程度更是。你确定不带着我吗？你确定？我要是喝个花酒，调戏个美人，你不会阻拦？不会，带着我就行。我也可以带你去见见大洋彼岸的美人，绝对不一样。那就跟着吧。先说好，如果干涉我就赶紧走。自然，我一定听话。好看吗？好看。若是好看，你就多看看。盛长歌的手不由得伸出去，果然是美色惑人呐。大概他很难从景婷的美色里爬出来，尤其是景婷时不时特意色诱。所以要不要以后一直都可以随意处置，而且只有你一个人可以处置。景美人，你恨嫁吗？早点嫁了，早点定下来。这万一要是被人拐跑了，哭都没有地方哭。景大美人，你是对我没有信心呢，还是对你自己没有信心？我对自己没有信心啊，毕竟我家哥儿这么厉害，万一看不上我呢？你是摄政王，景王府只有你一个，你真的要嫁？你感觉你适合出嫁？为何不合适？这个世界女子本来就示弱，一旦嫁了人，就要困于深宅大院，抛头露面就会被人说，一次两次没关系，次数多了，你就会感觉到困扰了。再说了，三从四德打理庶务，相夫教子，你感觉你能做哪一样？盛长歌感觉自己一个人也做不到，所以我若是嫁你，你就可以肆意生活，因为是我嫁过去，所以他们说不着你，流言蜚语也不会落在你的身上。你想上战场，你想周游天下，你想要喝花酒撩美人，都可以，府里的一切琐事都有我。可是这样被人诟病的就是你了。我一个男人怕什么？只要你舒心，我就舒心，何况谁敢说我？我若是要成亲，第一个考虑你。夜色里，他们从大宅子的四周翻身而入。他们屋子里没有床，小心脚下。屋子里的人警觉起来，纷纷跑出来，出手就是杀招，而且不会落空。血腥味儿瞬间在院子里弥漫开来，倭寇中有人发出尖利的嚎叫，显然是在呼唤同伴。屋子里更多的倭寇涌出来，甚至外面也有翻墙进来的。小的们加油，回去喝酒吃肉。好！吼声震天，厮杀声震天，一场憋了很久的杀戮，此时才是真的很好。天齐人？是啊，天齐人。你们在天齐边境烧杀抢掠这么久，小爷也想要试试。不怕有来无回吗？小爷就喜欢从绝路里杀出一条生路，人挡杀人，
佛挡杀佛。来者是客，请吧。国公爷，景亭呢？景亭是不是来了？怎么景亭还勾结倭寇？听风，说吧。当初王爷拓展凌天阁的时候，遇到四处做生意的他，但王爷貌美，他觊觎王爷，甚至要迷晕王爷。然后呢？王爷怒极，但他待人极多，王爷只是杀了众人，断了他一条手臂，让他逃了。王爷当年也重伤，明言若是在天齐见到他，倾凌天阁之力，也要杀了他。之后凌天阁总有人刺探，尽管探子有来无回，他们还是刺探王爷的消息。没有想到他竟然是倭寇。觊觎景亭，当年重伤景亭，很好。景亭是不是来了？我屠杀了光明军的村落，他是不是来找我了？他不是天齐的摄政王吗？一定会来的，是不是？你觊觎景亭？你和景亭什么关系？你想到的那种关系。言罢，直接挥刀上前，气势逼人，杀气四溢。那男子眉眼阴冷，面色狰狞。你怎么会我们的刀法？你猜小爷怎么知道的？最后看看你的地盘，呼吸一下你们的空气，小爷送你上路。狂妄小子，受死！景亭是我的。一时间，两个人打得难舍难分，整个岛屿上到处都是打斗的声音。一身悬衣的景亭，终于还是担心的下了船，带着两个人缓步而来。景亭，他甚至撇开了盛长歌，直接奔着景亭扑过去。小爷不爽，把值钱的都给小爷搜刮干净。你的烂桃花。怪不得当初自己男装的时候备受冷待，原来是被迁怒。他骤然笑着拉住盛长歌的衣袖，不要笑。好，还真是很久不见呢。景亭，你向着我是不是？你伤了他，他伤了我，他还要杀我。听风，杀了景亭，你怎么可以这么绝情？你忘了我们把酒言欢的日子，我们在一起有什么不好？他就可以，我为何不行？没有人回答他。景亭拉着盛长歌的手相携走远。景亭，直到那相携而去的背影在他的眼前消失，他似乎不甘地蠕动着，往景亭的方向爬着。盛长歌大步往前走，根本就不理会景亭。他在生气，那是不是说明其实他是在乎他的？很快追上盛长歌，弯腰一把抱起盛长歌。景亭，你放我下来！但是景亭却不语，只是扛着他走。身后众人的起哄声响成一片。船舱里，为什么生气？没有生气啊，只是忙。是因为当初他觊觎我，重伤了我，还是因为当初在京城我对你过于苛刻？你也知道当初对我苛刻。当初的确对你苛刻了，是我的不对。哼，我知道，我那个时候是个男人装扮，无人知道我是女子，而你又被那个倭寇欺负过，所以心里有阴影。是，当初以为你是男人，你若是被一个女人天天追着跑，还动手动脚，你会如何？大概他会揍得对方满地找牙吧。一个云华已经让他头疼了。其实后来你要上战场说从此陌路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我大概被骚扰惯了，竟然动了心思，但是自己不愿意承认，毕竟那时你是男人。你是说你对男儿身的我动了心思啊？你不会是对男人？后来就想，男人就男人吧，谁让我动心的唯有你呢？小爷不是男人，你不要多想。我都准备和你表白了，不然不会让人保护你的安全，去凤鸣山救你。人人都看出来我对你有意思，唯有你不知道。他这个麻烦惹大了，咋整？后来知道你是女子，所以我默默地把话咽了回去，感觉你是女子更好，也许就不用那么辛苦了。啊，所以你还是喜欢女人？只要是你，男的女的都可以。造孽呀！当初他真的没有想那么多啊。我还做了一件事。什么事儿？木刚留下一道圣旨，在公布你女人身份之后，就是那道没有宣读的圣旨，给你和穆北燕赐婚。所以你节流了？不知道小哥儿想要怎么做？自然是毁了呀。可以，不知道
我喜欢男装的你，如今拐回来喜欢女装的你，你要不要负责？毕竟拐来拐去也挺辛苦的。不知道景美人要小爷怎么负责？格尔这是在调戏我。这哪里是调戏啊？不如把你收入内宅，这般如花美眷，看着倒是养眼。可以，不知道内宅给什么名分？内宅里你最大，可好？盛长歌的手慢慢悠悠的顺着景婷的脖子一路向下，探进衣襟。手感都不错。我只计较床榻之上，是不是我最大？那可说不定，毕竟小爷比较粗暴。骤然起身，手里抓着景婷的腰带往上窜。这战利品不错。景婷眉眼深深的看着盛长歌的背影，久久没有动弹。盛长歌走到拐角处，深深吸了一口气，平复乱跳的心。统领欺负了人家吗？没有，你家统领是那种不正经的人嘛？欺负也无妨，难不成他还敢欺负回来吗？孟长云的记忆里怎么五花八门的什么都有啊？她一个没有及笄的姑娘，懂这么多真的好吗？腰带不打算给我了。他想也不想的就从怀里往外拽。从来不知道格尔如此在乎我，竟然贴身收藏我的腰带，不如就留给你，我再用别的。不用，用这个就好。那个，算了，先走为上。撩了就想跑？没有，我想要看看黑甲军弄了多少好东西。统领放心，好东西都给你留着，你慢慢来，不急。盛长歌咬牙切齿，那点东西看什么？凌天阁都是你的，什么没有？那是你的，都是你的，我帮你管着。以后若是我变了，你就把我踢出来。人没有，钱没有，饿死我。那是你打的天下。我想要的只有一个你而已。天齐也好，凌天阁也好，不过是责任。他们说钱财娘子管着，娘子有安全感，会更幸福。那你岂不是要靠我养着，不怕别人的闲话？那么格尔，你愿不愿意养着我呢？小爷有点凶，若是拈花惹草，小爷会废了你的。小爷的饭不是那么好吃的。我一定努力吃好。走了，小爷要长街纵马，花街销魂。是得走快点了。听风说外面有商船出了点事情，需要我过去一趟。去哪儿啊？顺着航路走一走，说不定能遇到你祖父还有师傅。快点走吧，京城的美酒美人还等着你呢。盛长歌突然感觉美酒不香了，美人没趣儿了。世界那么大，他想去看看，不想困在京城做一只笼中鸟。你家王爷真阴险。我家王爷多睿智。先说好，带着我，不然我就不让我家国公爷去。咱们哥俩谁和谁呀？话说，你有没有感觉我家王爷有点不像男人啊？如果是男人，喜欢就动手呀，扛着走呀，那手那嘴那腿都是摆设嘛。哥们儿，听着你很有经验。哼，那是小爷心里有人，身边有的是人要我，谁像你没人要？哥哥厉害，你说说那人是谁？怎么追到的？景婷，和听风好的人是谁啊？你想知道？盛长歌频频点头，叫声景哥哥。不行。怎么不行？他们也叫你景哥哥呀。看来你是把小爷和其他女人一样看待的。走了。怎么就一样看待了？其他人谁叫过？当年长宁郡主都是这么叫的，你也没有反对人家呀。女人的心眼儿都是很小的，何况您老和长宁郡主可不止一处。若是她知道幽城，就你懂。嘿嘿，小的很快就要成亲了。信不信本王让你成不了？王爷，小的错了。景婷挣脱开他的手，大步追盛长歌，他还是坦白从宽吧。嘿嘿，很棒。景美人这般羞涩可不好。景美人也有不羞涩的时候。听风赶着马车，看着帘子被勾下，还有什么不明白的？索性就把车赶到树荫下，停稳了车，喂马儿吃草。良久，不走干什么？小爷等着回京城呢。爷，有什么需要？给点吃的。你丫的老实交代，有过几次经验，这感觉是身经百战啊。没有，话本看过很多，不过食髓知味，日思夜想，自然就越来越熟练。梦里有很多次。盛长歌瞠目结舌。爷，吃的。滚！静安利落地放下篮子，闪身离开。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快说！亲上了，估计王爷被霸王硬上弓了，那脸也红了，嘴也肿了。嘿嘿，将来生几个娃那才热闹。你热闹什么？
怎么都是国公府的娃？你们感觉王爷教不了？哼，我们感觉你家王爷没空教，他要侍候我们统领。要不多给统领找几个？我家王爷人中龙凤，知足吧。我家统领天下无敌，知足吧。听风嘴角一垮，我被欺负了，他们也欺负王爷。一边嘟囔着诉说着委屈，一边钻进了马车。后面几个人面面相觑，瞬间感觉被打击了。马车里技术不好，下次改进。还有下次啊！天齐的京城晋阳热闹非常。要是我出来也有这等盛况，你是不是还希望这京城的女子都为你疯狂？那也不是不可以，毕竟小爷曾经也是喝花酒中的翘楚。再说了，小爷长得不如盛长歌吗？哼，是啊，荷花酒中的翘楚长得不错。哎呀，这秦楼出馆我也很久没去了。我错了啊？你说什么？我错了，以后喝花酒都带着你，你不可以自己去，需要我陪着才行。哼，这还差不多。话说，你准备什么时候嫁？云华冷冷扫了他一眼，提起这个就来气。说不定。穆北燕扫了云华的肚子一眼，可能有的家伙等不及了。哼哼，哎呀，那真是母后下的药，我也是受害者好吗？哼，你母后对待喜欢的儿媳妇的手段真是太独特了。东太后看着他们磨磨唧唧的，不愿意成婚，生个孙子给他玩，于是一国的2个太后一合计，给他们下药，让人把他们锁在一个房间里，然后第2天太后带着人捉奸，哭着喊着要他为了自己儿子的清白负责。哎，你们看啊，那远远的骑马的人是不是圣国公呀？哥儿一挥鞭子策马疾奔。祖宗你悠着点儿。那药还是他让人无意中透露给太后的，绝对不能说。皇上，臣不辱使命，天齐今日得以安稳。国公请起，圣国公一路辛苦了，众将士辛苦了。为吴国平定边疆，为吴皇效劳，不辛苦。哎呦，小个儿，想死哥哥我了。哎呦，妹妹呀，这还没有定亲，还没有成亲，不能和人这么亲近，平白便宜了别人。商洛一边叫着，一边往车上爬。景亭长腿一伸，就被踹了下去，马车绝尘而去。景亭，你丫的不地道，趁人之危，你以为你抱着你就能入圣国公府呀？不要忘了，还有我这个大舅子。府门口一大群人眼睁睁地看着景亭抱着盛长歌下了马车。哥儿这是怎么了？醉了。灵儿，妹妹，快点来帮忙。我来。伯母，我送歌儿进去。他们都站在盛长歌的房间外，看着景亭给他脱鞋，给他擦脸，给他喝下醒酒的茶水，看着盛长歌安稳地睡下，才转身往外走。给备着温热的茶水，待会儿怕是口渴。不是，景亭你……伯母，您看，这聘礼是我来下，还是他去景王府下？王爷，您矜持一点行吗？这么急吗？不对，他好像领了圣旨，此生不嫁，那就让他来景王府下聘吧。景亭说完，怡然走了。不是，她真的要嫁过来啊？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当一个男人的婆婆。景亭，你是认真的吗？自然。我知道你长得好，有权有势，女子趋之若鹜。若是你将来让我的妹妹忧心，当如何？不会有那样的事情发生。本王不是你，本王会洁身自好。你丫的，我怎么不洁身自好了？我那是莲花溪柳。盛长歌醒来的时候，天色已晚，翻身而起，悄无声息地从窗口翻了出去。大街小巷张灯结彩，人潮如流。我家歌儿俊逸非凡，比起你如何？不及我家歌儿。景亭，你知道的，我要的人是一直陪我走下去，不会中途逃离的。我没有多少时间纠葛在乱七八糟的关系里，也不喜欢，所以我希望你我就是你我，干干净净，明明白白，否则我宁愿全都不要。我懂，恰巧我这个人也懒，你一个刚刚好。往后余生，奉养长辈，抚育幼儿，如此足矣。
若是你不愿意，不生也刚刚好。听说生孩子也格外凶险，没人和我分你，我亦很乐意。大哥，你是不是想得有点远啊？景王府冷清，我喜欢国公府，不如我嫁过去。至于府中庶务、庄子铺子，不用你操心。大哥，你准备做深宅男子管家？有这个打算？难道你要管家？孩子读书，庄子铺子，黑甲军、凌天阁，你管我也乐得牵线。不，你来。放心，所有的钱财铺子都会转入你的名下。若是我不好，你大可以让我净身出户。那我是不是随时可以说你不好？然后，全有，随随便便就可以招来一国公府的美男。有我好吗？容貌、权势、地位、身材，也许体力比你好。敢问国公爷是不是对本王的体力有什么误会？不如你看什么时候合适，咱们切磋一下体力。啊，大哥，我错了。街边的2楼窗户后面，大腹便便的女子看着马车慢慢悠悠地走过，而远处是灯火辉煌，宛若天宫琼楼玉宇的皇宫。不过那一份辉煌和她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皇宫里灯火辉煌，到处人声鼎沸。今日摄政王和圣国公怎么就来得这般迟了？你好歹有点皇上的威严。要什么威严呀？儿臣没有威严，他们也是吓得要死。这满大殿的大臣，哪个他没有收拾过？摄政王、圣国公到。他们年轻绝美，如此走在一起，在这灯光下，竟然让人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臣拜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拜见太后，太后千岁。坐，去坐下。哥儿，姐姐想死你了。我家哥儿，你想什么？有你什么事儿啊？你是我媳妇儿，你不想我去想盛长哥肚子里的娃同意吗？管谁同意不同意，云华就是拉着盛长哥叽叽咕咕的没完没了，顺便诉说自己被人坑害的窘迫。你说我还能不能跑掉？反正我不想被关在这个大笼子里。谁说一定关在这里？你3、5不时带着皇上微服私刑，巡查民情总可以吧？若是实在不行，生个儿子，从小培养，也就几年，大臣辅佐就可以独当一面。你们做什么不行？看看太后，自由吧。关键时刻可不能胡来。想想你们日子已经定了，全天下盯着。想想你们一家老小，抗旨那是大罪，所以暂且忍一忍，忍不了就揍一顿。宫里不舒服了，还有我府里、景亭府里，去哪里都行。放心，若是有好玩的，妹妹不会忘了你的。还是哥儿心疼我。郡主，太后让人来请你了。慕北燕那边死死地盯着盛长哥，你丫的占我未来皇后的便宜呀！小爷招谁惹谁了？不知道哪位大臣家的闺秀。皇上，臣女想要弹一曲助兴，也谢谢国公爷和王爷给我们这么安定的生活，祝我天齐国运昌隆，可好？他的目光却是落在景亭身上的那一瞬间，被盛长哥看了一个正着。亭哥哥呀，你的桃花哟，这一朵不错。与我何干？左太傅孙女儿，大家闺秀，听说以前在老家给祖母侍疾。悠长的曲子在大殿里飘荡，的确是好听。景亭换了茶水，又给盛长哥剥瓜子儿。反正盛长哥唯一需要动手的就是吃东西。一曲罢，臣女献丑了。不错。赏。臣女仰慕国公爷已久，早就听闻国公爷事迹，不知道国公爷可否让我们一睹风采？美人想要小爷干什么呢？臣女想看看国公爷的才艺。怎么办？小爷不学无术，什么都不会。听闻国公爷精才绝绝，当日送别孟小将军已经传遍天下，相信王爷人中龙凤，也不会教好一个不学无术的，所以国公爷真是谦虚了。你惹的，你来。本王就喜欢这等不学无术，你有意见？王爷，若是你也能驰骋战场，保家卫国，开疆拓土，九死一生，本王也敬佩你。他学的是辅国之术，护民之术，强国之术。敢问你学有所成，所学为何？就那一曲，抵得过他身上的哪一道战场上留下的疤痕？你的安逸是因为他的付出，怎么，
吃饱饭丢了碗，这就是左家的家教。满堂哗然。哎呀，那女子咬着唇，眼眸里泪水摇摇欲坠。盛长歌微微挑眉，这泪要落不落，强忍着的模样，怎么看着都很可人。这是大家闺秀必要练习的技能吗？有真功夫。不过景婷这样子，她莫名觉得很舒坦，是怎么回事？这位姑娘，我呀是真不会琴棋书画，不是什么大家闺秀。您若想比一比听一听，不若找其他人。坐在上面的穆念晴缓缓走下来，还不退下？路过南方小国，盛产这个，就想着给你带一个。穆念晴眼睛一亮，接过来摆弄着，同时扫过景婷，对我们哥儿好一点，那些狂风浪蝶的看不上眼的，不要平白糟污了我们哥儿。景婷，哼，你哪只眼睛看到我看狂风浪蝶了？哼，你就记得他厚此薄彼。哼，皇兄，皇嫂跟别人要东西啊。华儿，你要什么？朕给你找。真的呢，你厚此薄彼。哀家的呢，你厚此薄彼。我的呢，你厚此薄彼。盛长歌无奈地拍拍手，清安捧着一个箱子进来，里面的小盒子上都有字条，给谁的写得分明。于是满堂绿光悠悠。本国公虽然不学无术，但是喜欢听也喜欢看，哪位公子小姐愿意的都可以来一段，本国公都有礼物。哈哈，来，也让哀家瞅瞅我天妻儿女的风姿，哀家也是有赏的。于是大殿里空前热闹，歌舞升平。盛国公，你居功甚伟，可有什么想要的？皇上，臣有想要的，臣要田庄。说说。臣要田庄是为了安置伤残士兵，若是阵亡士兵的妻儿老小无法生存，臣的田庄也可以收留。朕准了，朕和摄政王商量了，阵亡将士有抚恤金，官府备案，按月发放。皇上仁厚。具体的细节还请盛国公和摄政王商议。以后我天齐阵亡将士有天齐奉养家人，名入英雄碑，永世不忘他们的付出。盛长歌回头看着景婷，没想到景婷已经想到了。不过哀家好奇，盛国公亲自请了圣旨，此生不嫁，不知道二位如何婚嫁？哼，几时婚嫁，哀家也去喝一杯喜酒。太后不妨猜猜，谁将来穿凤冠霞帔？太后猜没猜，没有人知道。比1个月之后帝后大婚更加重要的是，京城开赌了，大街小巷、酒楼茶肆都在开局，大家都在赌，究竟谁穿上新娘子的嫁衣，是盛国公还是摄政王？清安，带着兄弟们去下注啊！你家爷缺钱。爷，压注是压你穿还是压王爷穿？王爷，你说呢？景婷扫了他一眼，又扫了清安一眼，清安心领神会，撒腿就跑。3日后带你去京郊景家的别院。有什么好玩的？的确有好玩的。官爷救命，有人要杀我。谁要杀你？关着我的那些歹人。圣谕书。哥儿救救我，救救我，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啊！我的肚子，我的肚子。送去医馆。哥儿，你不会赶我走的是不是？不会不管我的是不是？如今孟连渊已经解救了西凉皇室，所以如果还有人蹦跶，不会是他们。总不会那么容易就清理干净的，祸害向来不那么容易死绝。走了。查查圣谕书后面是谁？听风去了。等到景婷回到王府，听风也回来了。王爷，有一家客栈死了2个女子，像是侍女打扮，不像是天齐的人。问过圣谕书了吗？因疼痛昏迷，无法问。让凌天阁去查，同时注意歌儿的安全。这王府里冷冷清清的，的确是没有什么好。王爷啊，你们还没有成亲，分开不过片刻，至于吗？他转身也走。月儿呀，王爷是越来越过分了。你不过分，夜晚扰人清梦。那不是1日不见如隔3秋吗？你何时嫁给我呀？等王爷同意。与此同时，景婷也毫无防备的被踢了一脚。何方小小，竟然敢夜闯国公府！哎呦，对不住啊，我就是担心妹妹安危。王爷走错路了，这大半夜的。听到远处的脚步声，景婷微微皱眉，转身走了。
商洛站在那里，笑得前仰后合。突然，什么东西飞入他的嘴里，他连忙吐出来，竟然是个石头。景婷，你丫的能进入盛长哥的房间，算你厉害！哼！一大早，盛夫人就听说景婷登门了，去叫你们国公爷。咱们哥儿是情知此生不嫁是吧？没错，圣旨还在呢。哎呀，那咱们真的需要准备聘礼呀，不如咱们找镇国公府老太君，那可是什么都知道的。好，弟拜帖，咱们去请教老太君。